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识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心理咨询师 Martha 所著的《与神明同步的方法：愿望不断实现》这本书。您对现在的人生100%满意吗？如果你想知道如何创造一个奇迹发生成为日常的生活，或许你会感兴趣。又或者，您可能会觉得这听起来毫无吸引力。您是否想了解如何拥有一个充满奇迹的幸福人生？还是您听到这些内容后，觉得不太靠谱？如果你想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好，想要改善目前不太顺利的状况，那么错过这个方法就太可惜了。因为这个方法不仅简单到没有理由不去尝试，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，完全不需要花钱，还可以终生受益。本书的作者甚至明确表示，没有人无法用这个方法创造奇迹。如果您的人生没有按照您的期望发展，您是否曾想过，为什么我无法变得幸福？为什么我已经这么努力了，却还是无法顺利前进？如果您曾有过这样的疑问，很可能是因为您的灵魂正在沉睡。当我们想要的事情成为现实时，通常都会伴随着奇迹的发生。而要引发奇迹，您的灵魂必须完全苏醒。人类的灵魂与神明是相连的，灵魂会引导我们与神明的幸运能量同步，就像一个支持者或合作伙伴。然而在成长过程中，我们会受到各种干扰和负面影响，导致自己的灵魂不再活跃，甚至赌气沉睡，从而失去与神明的同步。您是否曾经历过这样的时候？当幸运的事情发生时，心中充满温暖和幸福感。如果您的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这种感受，那说明您的灵魂是活跃的，并且正在与神明同步。但如果您觉得自己的生活完全没有好运，甚至经常感到倒霉和寂寞，心中充满负面情绪，那么很可能是因为您的灵魂已经停止与神明同步，进入了沉睡状态。而您的灵魂并不希望您过上这样的生活，这并不是巧合，而是您的灵魂在向您传递信号，希望您能够觉醒，并重新获得与神同步的能力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。第一，任何人都能创造奇迹，世界上最简单的幸福方法。第二，只要把愿望说出口，它就会更容易实现。第三，您的未来充满奇迹，1秒告别消极情绪的方法。让我们一起揭开创造奇迹的秘诀吧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任何人都能创造奇迹，世界上最简单的幸福方法。您是否曾经意识到自己的灵魂呢？作者认为，灵魂是连接你与神明的重要桥梁。当你与神明的同步率提升，也就是与您的神性协调一致时，奇迹便会自然而然地发生。您内心真正渴望的事情将顺利实现，并成为现实。然而，灵魂的状态决定了您与神明的连接程度。当您的灵魂愉悦时，连接就会顺畅。相反，灵魂若处于低落状态，便难以与神明沟通。这就像信号接收状况，有时信号良好，能顺利通信，而有时则难以连接。作为心理咨询师，作者经常遇到这样的来访者，我一直在努力，可为什么人生总是不顺？他们的共同问题是，灵魂正处于赌气睡觉的状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灵魂对神明传递的幸运波动几乎毫无感应，即使付出努力，也难以迎来奇迹。这就好比您拥有一部高性能手机，却身处信号死角，拼命尝试各种操作，却无济于事。反之，当信号状况改善，手机便能流畅运作，尝试的一切都顺利进行。同样的，你与神明的同步率越高，人生的顺遂程度就越显著。即便是相同的行为，结果也会大相径庭。通过灵魂与神明的连结，您便能接收到奇迹的波动。于是，讨厌的人逐渐消失，意外获得金钱，身体的不适得以康复，您将经历无数奇迹般的转变。听到这里，您是否已经开始兴奋起来？是不是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如何让自己成为创造奇迹的人呢？有人可能会想，与神明同步是很难做到的吧？是不是要每天去神社参拜，或进行艰苦的修行？实际上，
提高与您神明的同步率的方法极其简单，只要改变您所使用的语言就可以了。只需使用能让神明与灵魂感到愉悦、充满正能量的言语，利用这些话语呼唤自己的灵魂，便能提升灵魂的状态，使其更加紧密地与您和神明相连。这就是言灵的力量。在日本，自古以来就相信言灵的神秘力量。人们认为，口中所言之事最终会化为现实。比如，小时候父母对您说疼痛飞走吧，而您的疼痛真的减轻了，这正是言灵的作用。如果您此刻意识到自己过去一直在使用负面语言，并因此感到担忧、害怕，为时已晚。请放心，绝对不会太迟。您能找到这本书，读到这里，正是您的灵魂向您发出的信号，提醒您该觉醒了。灵魂始终渴望帮助您，并试图引导您走向正确的方向。作者本人在20多岁时，曾深陷绝望，甚至一度觉得活着还不如死了。后来，他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自己所使用的言语。从那时起，他开始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语言习惯，最终创造了奇迹，彻底摆脱了困境。所以现在正是改变的最佳时机。从今天开始，选择并使用那些充满正能量的语言，让您的灵魂开心起来，使其更紧密地连接你与神明吧。众多书籍都提到语言的力量，强调思维能成就现实，而我们所使用的语言，同样能对现实产生巨大影响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只要把愿望说出口，它就会更容易实现。灵魂本质上是帮助您实现理想人生的存在，它会努力让您与神明保持同步，以便您能过上快乐且充满笑容的生活。可以说，您的灵魂是最强大的伙伴，始终在您身边支持着您。然而，有些行为会让您的灵魂感到悲伤，这些行为就像是让关心您的人难过的事情一样。例如，总是愤怒，对他人恶意相向，甚至犯罪，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。但最让灵魂痛苦的，是您自己伤害自己。当您拿自己与他人比较，贬低自己，整天抱怨，充满不满情绪，或者自暴自弃，勉强自己，甚至伤害自己时，灵魂会感到震惊，变得沮丧。如果您长期忽视灵魂的存在，它甚至会开始休眠，因为当您背对它时，它无法向您伸出援手，只能困惑不已。然而，灵魂本质上是深爱着您的，它不会轻易放弃您。所以，从今天起，请停止那些我不重要、我的人生无所谓之类的想法。从现在开始，请用心去感受您的灵魂，并让它为您的人生创造奇迹。一步一步来，不必着急。不过，在这之前，我们要先确认一件事：您希望拥有幸福的人生吗？那么，当被问及您的幸福是什么，您能清楚地回答吗？很多人会陷入思考，比如，他们可能会浮现出我想变得富有，我想移居海外悠闲度日，我想拥有一辆豪车等理想的画面。但当深入思考这些愿望是否真的出自内心时，他们又会变得不太确定。那些对幸福的概念模糊不清的人，往往与神明的同步率较低，因为从您出生起，就一直陪伴着您的灵魂，早已洞察到您的真正需求。如果您的目标并非真正发自内心，即便您再怎么努力，灵魂也不会为您提供支持。很多人过于执着于想要幸福，于是随意挑选一个看似能带来幸福的目标，并努力实现。但如果这不是您的本愿，灵魂就不会助您一臂之力，结果事事不顺，最终让您误以为我无法实现梦想，所以我注定无法幸福。这岂不是非常可惜吗？作者断言，您不需要着急去确定目标，只要静下心来倾听灵魂的声音，它终会告诉您什么才是您真正渴望的幸福。即使花费时间寻找真正想要做的事情，也无需担心，您无需焦虑，也一定能迎来属于您的幸福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学习如何选择能让灵魂喜悦、拥有正面能量的言灵。言灵语言的力量分为让灵魂喜悦的好言灵和让灵魂消沉的坏言灵。然而，
并非所有人都能通过重复相同的词语获得相同的效果，因为语言的含义会随着时代变化，而每个人适合的言龄也有所不同。本书并不会直接指定必须使用这些词语，而是鼓励您找到符合自己当下状态的言龄，以提升它的效果。适合您的言龄，取决于您与神明的同步程度，以及您在使用这些词语时的感受。能够让灵魂感到喜悦的好言灵，通常承载着与神明相同的幸福能量。当您说出口时，会觉得声音悦耳，心情变得明亮愉快，这就是好言灵。相反，若某个词语让您产生违和感，或让您觉得不舒服，心情沉重，那便是坏言灵。为了让灵魂保持愉悦，请尽量避免使用这些负面的言辞。例如，您可以试着说今天一定是最好的一天，只有幸运的事情会发生，或者不用担心，一切都会顺利的。如果这些话能让您真的感到积极向上，那么它们就是对您来说有益的言灵。像恭喜您辛苦了这样的词，也能让自己和对方都心情愉悦。因此，不要只是机械地说这些话，因为工作需要或别人会怎么看，而是请您从心底说出来。说出言灵的最佳时机，就是当您意识到它的时候。关键在于，不是等好事发生后才说，而是要在好事发生之前就不断的念叨。因为奇迹是被言灵召唤来的，他们会在之后降临。当您先说出开心、快乐等充满正能量的言灵，您的现实也会逐渐向这些美好的方向靠拢。这不是毫无根据的说法，而是可以用脑科学来解释的。研究表明，大脑会主动寻找您所关注的事物，并试图让现实符合您的意识。因此，即使眼前的情况并不理想，只要您不断说出正面的言灵，您的大脑就会自动去寻找符合这些话语的事物，让您的现实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。此外，使用正面的言灵还能提升您的幸福波动，让您的灵魂感到愉悦，同时也更容易获得来自神明的好运，可以说是一举两得。可能有些人会怀疑，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事实上，作者起初也对言灵持怀疑态度，但后来他偶然在书店遇到了一本书斋藤义人的著作，而斋藤义人是日本累计纳税额最高的企业家之一。作者认为，像他这样的人不会出版毫无根据的书，于是决定认真实践书中的内容。结果，仅仅90天后，奇迹真的发生了。斋藤义人提倡天堂言语，比如“我爱你”“我很幸运”“谢谢”等，只要不断地念诵这些话，就能迎来幸福。相反，他也指出，地狱言语，比如倒霉、不满、无法原谅等，会给人生带来负面影响。正是因为语言具有这种影响力，它们不仅能影响我们的心灵，还能改变我们的人生。因此，作者与这本书的相遇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。如果你想找到适合自己的言灵，不妨试试看这本书，并找到那些真正让你感到自在、积极的言语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不仅能让自己受益，还能带给身边的人幸福，堪称最强的言语。想要体验言灵的力量，就要每天不断地重复这些正面的言语，把它们变成一种习惯。或许有人会担心，如果我只是机械地说谢谢，而没有真正的情感，那还有用吗？答案是完全没有问题。即使带着一点功利心，只要持续这样做，好的事情仍然会发生。此外，灵魂并不会区分这些话是对自己说的，还是对别人说的。因此，即使是独自一人低声念诵，也同样有效。当然，怀着真心去说最好，但与其怀疑、担忧，不如先尝试一下。这里再介绍一个简单的感谢练习：每天早晨醒来后，仍然躺在床上时，轻声重复说谢谢。可能有些人会觉得难以置信，但作者本人每天都在坚持这个练习。如果您觉得时间紧张，可以分几次在一天中不同的时刻进行，只要在想到的时候，随时重复谢谢，您就是在为奇迹播下种子。如果您觉得直接说谢谢有些不自然，也可以尝试一定会好起来的没问题，
我会挺过去的，我真的很努力等其他积极的话语。最重要的是，找到适合自己的正能量言语，并从这一刻开始，试着多说谢谢吧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您的未来充满奇迹，1秒告别消极情绪的方法。每天说出正面的言语，您的灵魂会因此感到喜悦。你与神明的同步性也会增强您的未来充满奇迹，1秒告别消极情绪的方法，从而引导奇迹发生。相反，使用负面的言灵越多，情况就会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，灵魂会变得沉重，想要活出理想人生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。因此，尽量选择正面的言灵，并坚决避免使用负面的言灵，比如诋毁他人、批评、抱怨、牢骚、哭诉，或是说出粗鲁的话语。当然，我们难免会遇到让人忍不住想发牢骚或抱怨的情况，例如疲惫时被工作上的各种琐事烦扰，不明原因的被孩子的哭闹弄得心烦，或是外面传来喇叭声让人不耐烦。这种时候，可能会忍不住脱口而出“好吵啊，真烦人”之类的负面话语。有些人可能会担心，这是否会抵消自己以往积累的正面言灵的力量？其实不必过分担心，虽然灵魂可能会因为这些负面言灵而低落，但过去积累的正面言灵不会一下子全部归零。如果您希望尽可能减少负面影响，或者因为不小心说了负面话语而自责，感到心情低落，那么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可以化解它，那就是在意识到自己说出负面言灵后，立即说刚才的话作废，取消，取消，最好是马上说出来。但如果没能立刻反应过来，至少要在1小时内补救。没有必要因为自己偶尔说了负面言灵就责怪自己，觉得自己是个糟糕的人。只要及时觉察并取消掉这些负面言灵，然后调整心态就可以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在人前使用，那就是将负面言灵转换为正面言灵。例如，当您说出“好累啊”时，可以接着补充“但今天过得很充实”，或者“不过工作进展得很顺利”。当您说什么都不想做，好懒啊时，可以继续说“好吧，那就做自己力所能及的部分，早点休息，明天再加油”。通过这种方式转换思维，灵魂也会积极支持您。如果您听到他人说负面话语，甚至对您抱怨或批评，也可以用刚才的那些话作废，取消，来净化自己的情绪。另外，你也可以在离开现场后，不断重复“谢谢”“我很幸运”“感恩”等正面的言灵，以抵消负面影响。人类是有缺陷的生物，有时候会沮丧、悲观，甚至会被情绪驱使而愤怒。我们无法做到100%时刻都保持正能量，因此请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不要因为一时的负面情绪而陷入自责、折磨自己。只要懂得如何调整心态，及时重启，并以积极的态度重新出发，您的灵魂就会努力帮助您与神明连接，让您的生活充满奇迹。多对自己的灵魂说些好话吧，带着“我要在自己的人生中创造无数奇迹”这样的自信与期待，充满光明地迎接未来吧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